但追查事件真相，掌握证据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英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前立委李胜峰。一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还有前驻牛大使谢文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以及前海军舰长吕礼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带大家来关心哦，现在国际的局势哦，真的相当复杂，尤其中日持续的紧张哦，并没有平息风波。那我们要看到的是，现在哦，这个微博的热搜哦，热讯息在第5名哦，是特朗普，也就是川普电话之后说日本沮丧了3次。好，我也查了一下，这3次哦，包含说美国越过了日本搞这个越顶外交，那第2个是川普的反常沉默，那第3个是川普肯定对高市施加了压力。好，但是高市早苗说，其实我跟川普之间感情很好，我们就来听听他怎么说这通热线。先ほどトランプ大統領からの、お申し出によりまして電話会談を行いました。トランプ大統領からは、私とは極めて、親しい友人であり、いつでも、電話をしてきてほしいというお話がございました。で会談内容でございますけれども、これ外交上のやり取りでございますので、詳細については差し控えさせてください。哦，真的是亲密的朋友吗？大家看起来我觉得有一点点小猫腻，因为川普是先致电给北京，再联络东京，所以就有一句话叫做越顶外交说戳破了日美亲密的幻象。好，对美中的通话高到表态，对日本川普却是罕见的沉默。好，日本妄图要绑美来谋私，那都是一厢情愿。中国站在道德跟历史一边盟友不可靠，在挑衅必然会碰壁。好，所以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日本官员说，其实呢，在这个日本事前就知道川普跟习近平即将要通话，那也强调说，我们华府跟东京之间的协调相当的良好，当然是希望能够降温不要让高市早苗太过难看。好，但是目前现在的态势看起来这个川普恐怕也把日本当做一个筹码性的谈判要角。好，那川普呢说跟中日领导人有良好对话，当然也最新在空军1号上面他要去过感恩节，讲到高市他说聪明强势。好，那当然日美有预期说高市早苗应该会抢先的访美，那也会协调对中的政策。这是日经亚洲分析说北京这通电话的目的就是要让华府约束东京，而非采取立场。未来预期高市应该会抢在川普访中，也就是明年4月之前先来到美国进行访问，而且仿效安倍晋三维持对川普的密集沟通。那我们看到日本这边解读中美美日领袖的通话，中国大陆的学者他也认为说，川普是没有必要和中国发生直接的冲突，美国想利用日本来限制中国，但也会约束日本，那不要再把美国拖进中日之间的冲突当中。好，所以现在高市的态度也是中国大陆关心的，到底会不会收回他的言论呢？看起来没有因为就说不甩北京的抗议，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论，我们就来看日本政府怎么回应。他说，对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既有立场完全不变，不认为需要重新的检讨或重新的审视。好，那这件事情当然就会让事件持续的再往下走，而且可能会越来越高涨好，那中日的外交战火也延烧到了联合国，日本这边常驻联合国代表山崎和之有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那他反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要求高市早苗撤回台湾有事答询的主张。那当然这两国的关系现在异常的复杂，那他们私下也有在进行一些磋商。我们看到了像是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传越健裕在外务省跟中国驻日大使吴江浩有召开会谈，那双方就讨论了可能两国之间的悬而未决议题，还有未来的因应等事情。那目前看起来，新华社这边的态度认为日本是已经站在了悬崖边上了。好，他说高市早苗的逻辑跟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将国家推向灭亡的路径看起来是惊人性
的同构性啊。当一些的势力开始用外部威胁来掩盖内部的矛盾，当先发制人的冲动取代了专守防卫的限制，日本就已经站在了危险的悬崖边。意思就是认为说，现在高市早苗的理论非常有既视感，也就是当时这个军国主义的这个态度好像又固态复萌了一样。那高市早苗现在在国内可能有觉得说，我讲这话没有错啊，为什么要收回？因为民调真的很高。我们大家看一下高市早苗的政治基础是来自于日本的铁锈带，就是地方经济困境跟排外情绪都在政坛上面的反应。但他自己也面临了矛盾的政治困境一方面是他不敢扩大已经在地方积累怨气的观光政策，那另外一方又必须迎合受益于观光政策的经济界团体的意见。所以在民调上面，我们从数字看可以看到他内阁成立刚满1个月日本的主流媒体公布了第2轮的支持度民调，结果显示他的支持度都至少有60%那专家就说，日本经济跟对中关系处于一个高度不确定性，那这是高市内阁未来政策的一个关键。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民调很高，所以让高市觉得他说的都是没错的，所以一直踩在他不愿意收回。但问题就是经济真的是有影响啊。我们看到高市故乡奈良的中国客占45%，现在地方蛮担心会断流的。那还有陆客断流冲击了日本的旅游业。那中国现在赴日游客的数量是大幅下滑，而且会导致日本的 GDP 减少0.36%。而且预计损失大约是2.2兆日元，就直接消去日本经济增长预期的1半。所以中日的关系紧张，对日本很多的地方民众或是经济来说，反而是打到痛处。那这样子呢，对于整个日本的情绪，国内会不会反而是反高市早苗的情绪会越来越高涨？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好，我们还是看到了现在中日关系，那川普的那通电话呢？哇，现在三方出现了很多不同的态势跟说法。我们先问盛峰委员。这个事情蛮复杂，我们就简单的把它归纳成以下几个大点，跟大家做一个说明一下。第一个，日本发表了对中国的这个态度啊，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的这一个态度呢，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到其他国家的声援。第二个，中国大陆呢，在联合国提出的这个战败国条款里面呢，要求我对你不信守投降之间应有的条件呢，那我是要对你出手的，我拥有对你出手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啊。大陆的这个声明，除了日本表态反驳之外，全世界没有人支援日本，没有人反驳大陆。我想，这一个等的国际情势已经告诉你，在这个问题上，日本是极为的孤立啊。他还以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要强求起为山东半岛的历史环境啊，很抱歉，完全不一样。那第二个呢？第二个大点，请各位讨论一下，为什么今天他会陷到如此的一个困境？那就是首先就美日的态度来讲，美日的安保条约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是我美国说了算，你日本才能跟着走啊。你要不要能出兵，是我美国动作了，我才要你出兵。你现在变成台湾有事就你有事，你出兵，然后我要跟着一起出兵，谁是老大？谁是老大？日本人到现在一直不敢面对这个问题。第二个，讲完了就算了，还很三八的跑出来，日本要永和，这把美国吓坏了。你能不能永和，是你日本说了算了，是谁说了算？最起码是我大鼻子说了才算。你今天踩了2条我的红线了。第三个，来看看美国的反应也极为的奇特。首先，美国到现在为止是没有反应的，除了驻日大使哇啦哇啦以外但是国务院是没有反应的。国务院是非常的这样，哎呀，维持现状现状不要破坏第二个呢，是美国的白宫记者会到现在为止没有人问这个问题，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这应该是大问题那一定事先有通过去，什么都问这个问题你们不要问，因为问了你尴尬，我也尴尬。所以国务院也好，白宫也好，
这样子的情况就出现了一个，为什么美国会这样子？除了对高市早苗的这种乱传以外啊，很重要一件事，今天的整个的大势，包括台湾要看清楚，是中美和解的大势啊。而这个大势里面，现在美国有求于中国的，远大于中国求于美国，是什么原因？不实力问题之外，就是有期中选举呀。这个期中选举对他来讲压力大多了，所以呢，大家还在吵谁党先发给谁，这个有重要吗？在这里很清楚一件事情，中国大陆要很明白，让美国知道，也要让中国知道你的底线是什么。那我也让你明白我的愤怒根据的来源到底是什么。结果你会发现，日本现在的态度很好玩，跟台湾一样啊，面对压力的时候去看美国，然后找一句话自我高兴一下。你不觉得高市长吗？今天的做法跟台湾现在面对美国任何一个身上，有啊，美国有告诉我什么？哎，有啊，美国是真的，反正就是找这一套来自我安慰。更可悲的是，台湾的三明治是跟着日本的政府、跟着日本的政客在跑，而不是跟着国际大师在跑啊。好，我们谢大使怎么看？这个川普跟习近平主席的电话哈，这个打电话，一开始的时候，我想各界都认为是习近平主席打给这个川普的，可是呢，事情突然急转直下，因为在这个大陆外交部的记者会里面，有记者问说，这个到底电话是谁打给谁的？结果毛宁说是川普打电话给这个习近平主席的。所以这个就变成很多的这个思考的方向跟判断的方向，现在就都在改变，很有趣。贝森特也说是川普打的，贝森特也说，对，所以这个就变成就是说，那川普打电话给习近平干嘛呢？对不对？通常你打电话给别人一定有事嘛，你没有打电话就没事啊。那有什么事？那事实上，川普自己也讲得蛮清楚了，因为他在他的 True Social 里面写得很清楚。他说，第一个，我跟那个习近平主席啊。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电话打了一个非常好的电话，我们讨论了许多主题，那么呢，包括什么呢？第一个写什么？乌克兰、俄罗斯，所以他最关切的是这个事情。第一个他写乌克兰、俄罗斯，第二个是什么？芬太尼，第三个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猜，我想都猜得到，黄豆、大豆，大豆，还有什么？还有其他的农产品，所以川普在乎的是他现在最在乎的事情。他在乎的第一个，今天就要到期的就是俄乌的这个和谈，28点和谈，这是他最关切的。那为什么这个事情打电话打到大陆给习近平主席？那因为大家都认为习近平主席还有大陆对普丁跟俄罗斯的影响力最大嘛，对，这是这样。不管是不是事实，可他们好像都是这样认知嘛。所以是有求于习近平说打这个电话，然后另外还有就变成什么？芬太尼他已经这是国内议题。我告诉你，所有的政治人物最重视都是国内议题，不是国际议题，国内议题。再加上什么？黄豆，因为大陆已经开始买了。我们前面也讨论过，就是说很难找到散装货轮啊，要130几艘啊。我现在都给你买了。那前2天我们又看到说又找到2艘船已经往美国开去装黄豆了，川普还是急啊。为什么？因为他的铁票区，美国的中西部种大豆的豆农要川普兑现，要不然明年的选举可能会有问题啊。他如果说明年的这个选举失利，川普什么都玩不下去了，所以这个他最关键。还有什么农业产品嘛？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可是大陆方面这个新闻稿呢，有特别提到这个日本的对有关台湾问题的高市早苗的那个发言。所以呢，我想还是有讨论到这个问题，而且最有趣的是，这个川普打完电话给习近平主席后，很快他就打电话搞高市早苗了，这是生意人的怎么样效率？那高市早苗他说，具体细节不方便透露。那如果说是好消息的话，一定透露；如果说有一些问题敏感性的话，他当然不透露了。所以我想这个问题，我们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话，应该会比较接近最近这件事情发展的事实。好，舰长怎么看？
其实我们如果看到新华社发布的这一篇，也就是习近平主席跟川普总统通电话的内容，我们看到这一段啊，中美相互成就，共同繁荣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景。这句话讲的是什么？我们是 G2 啊，那你日本有夹在中间吗？有 G2J 这件事吗？没有。那第二个，我们看到中美曾并肩对抗法西斯和军国主义，这里讲的是谁啊？是你日本啊。也就是说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也就是川普跟习近平之间的会谈，的确谈到了日本。那接下来就是美方理解台湾问题对中国的重要性。那当然，我们看到True Social 里面有部分内容是没有的，可是截至目前为止，美方有没有对于新华社公布的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点提出不同意见？截至目前为止没有。代表的是什么？我们出 social 也就这几个字嘛，我能写多少？而且呢，他避重就轻，不想要进一步伤害高市早苗啊。那至于说高市早苗面对这么多呢，那其实日本啊，现在觉得说，哎呀，名气可用啊，什么时候名气可用啊？我们看一看啊，乌克兰的泽伦斯基他也名气可用啊，但是他被逼着签矿产协议，现在即将要签的是和平协议，他也名气可用啊。他在之前也名气可用，美国有多送他一点武器吗？没有。那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他也名气可用啊。我请问一下，川普有理睬吗？川普根本不理睬。其实实际上来讲，国际当中，尤其是我们刚刚特别强调的 G2 中间的核心是什么？叫做权力平衡啊。国际政治理论中的权力平衡关系是非常古老，而且呢是很持久的理论，一直我们都看得到。1991年在当时的苏联没有解体之前，也讲的是权力平衡，那时候是美苏之间的权力平衡。截至现在为止，已经变成美中之间的权力平衡。而权力平衡之间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也就是说，政治的现实主义之中，国际政治间找到它出路的主要观点，也就是利益。什么利益？国家利益。川普站着的，表面上看的是国家利益，事实上跟他自己也有关。那请问一下，你高市早苗，你有讨到好处吗？你并没有，所以呢，你可以尽管的继续去崩溃。那至于说，川普他脑袋很清楚，他是要选举的。那所以我们讲到说，如果时至今日，我们再想一想，第一时间美国有没有表态？美国有的，怎么表态？也就是提封飞弹，直接撤离了延国基地。这个也就是我没有说出来，但是你应该察觉得到。可是高市早苗没有想到这么一件事情，所以人家说他是政坛老手，其实从这一点看，他还是菜逼吧。好，我们接一下广告，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们带大家来看，这共军是不是准备好了呢？我们首先要关心到的就是说，有突发快讯，中国军号发布了飞弹起数的影片。好，我们就带大家来看一下哦，因为这个镜头中导弹起数齐射升空的震撼画面哦，搭配一切就绪的简约的这个配文，然后就点燃了全民安全感哦，更向世界传递出清晰的战略信号哦。所以大家就是认为哦，这有一点点讯号在告诉这世界各国。那解放军现在也举行了歼15的战机跨昼夜飞行训练，要提升的是海军的应战能力。我们同样也带大家来看一下画面哦，这是解放军海军部队近日举行了歼15战机跨昼夜的飞行训练，那提升的是海军的应战能力。随着夜幕降临，多架的歼15再次升空，展开夜间空中加油的演练。
好，那这2个画面其实都算蛮震撼的，那也就是引发了蛮多的讨论。那我们目前要看的是有粉专是金铺中国对日本有详细的打击地图，那包含是核电厂就成为了潜在目标。那这个图呢，你可以看到右半边这里它有从这个中国的内陆本土到日本的这个打击的部分。他说这是中国正在准备一份针对日本详细打击的地图，而且图上还标示着飞弹的路线，包含核电厂还有潜艇的打击区域，所以这个战分的这个味道蛮浓厚的。那现在有看到日本这边其实也有部署飞弹，那也就是疑似中国大陆的无人机现松在与那国岛的外海。那日军这边军机也是紧急的来升空因应，因为他们侦测到了可能是中国无人机有现踪，那日方是派遣军机来紧急升空因应。那小泉进次郎对于最近中国批评说你不在与那国岛这边有部署吗？是不是有这个挑衅的意味？那小泉进次郎是说，是以防御为主的这个装备，并不是用来攻击他国，而且他也说，早在2022年就已经计划了。好，如果真的是2022年就已经计划，现在为什么又成为中国大陆批评的问题？原因就是因为现在中日关系相当紧张嘛。那这个与那国岛跟台湾的距离又只有110公里，自然也会被中国这边还有其他国家认为是有恫吓的意味。好，那日本国会当中有人批评，如果这个部署呢，其实也会造成飞弹列岛。小泉这边也说，如果将其他国家的部署情况纳入考量，就会知道日本被称为飞弹列岛是完全不符合现实。好，那中媒也指控说，日本现在有囤积47万吨的钚原料。好，那这个钚原料是远超过了民用的核能需求，那总量足以制造6000枚的核弹，所以他们就认为严重的威胁到全球核不扩散体系。那此时此刻被视为日本隐藏核武野心的证据，又引发了国际社会高度的警觉。所以有人也把之前有想要修改这个日本的这个核原则的部分又联想在一起，就觉得日本这个野心不单纯，恐怕还有更多的布局在走。那另外我们要看到韩国、日本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因为现在这3个国家的驻中国大使齐聚了，好，他们确认强化3国协作，而且就地区的局势进行交流。啊，这3位有拍个照看到了这个庞德伟是美国驻北京大使，他在贴文中就有表示说，美韩日3边的关系相当的稳固，那要维护安全的供应链跟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那美国优先并不意味着美国要单打独斗。好，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这3个国家要更加的合作，要进行结盟好，那这3位大使在会晤当中也确认了将加强日美韩的协作。日本政府说，他们也确实有这个跟地区性的局势坦率的交换了意见。那韩国驻中国大陆的大使馆则没有发布这一次会面的消息。那日本专家其实认为，现在华府对韩国这边的政策有出现转弯，那首尔可能会被推上印太冲突的第一线。好，这是驻韩美军司令布朗森他说，现在南韩将会是美军对中俄施压的前线基地。那日韩在上，中国在下的地图他们认为这凸显的就是驻韩美军的战略地位。南韩基地跟北京、平壤、海参崴的距离就比较近，所以可见在印太冲突当中可以发挥核心作用。所以韩国这边也有一些这个军备的防护，我们看到了就是巡防舰全南号在庆尚南道的固城郡造船厂也举行了下水跟命名的仪式。那后续也会在一些海测当中之后，在明年底成军服役，要持续的强化水面的战力。那美国海军的作战部长则说，首次海外出访期间有询问南韩跟日本造船厂是否能协助美国克服军舰产出萎缩的问题。那盟国的工业资源或许能争取宝贵的时间。不过截至到2025年初美国海军作战舰队的规模不到300艘，仍然远低于355艘的目标，而且每延后1个月都等于在西太平洋减少1年可用的作战力量。所以是不是因为这样，
需要美国、日本、韩国一起结盟来完成美国的海军的这个战力哦，可不可以提升？可能就有这样子的氛围。好，我们还是看到了解放军刚刚公布了这个影片上面看到这个哇，感觉这个战争的气味有点浓厚哦。看来有可能是在恫吓日本吗？我们先问顺峰委员。是不是恫吓日本啊？这个大家一看就明白，说不是是骗人，说是呢，好像也不能说不是啊。那为什么我讲的这么样子的一个含蓄？这里面很重要一件事，说过去大家认为东北亚最大的火药库是在台湾，但是高市早苗真厉害，一句话呢，现在把整个的局势呢是从两岸关系到中日关系去了。那因此呢，各位，我想提一下左宗棠当时评日本的这几句话，可以作为中国大陆在回应日本这个态度上的一个判断。左宗棠是对日本人的评语是：知小节而无大义，居小节无大德，重末节轻廉耻，畏威不畏德，强必倒扣，弱必逼服。我讲后面这两句话，畏威不怀德，就是说怕你跟他讲什么道德道义啊，不如你展现你的 muscle 给他看。强，他只要他强，他说必成为倒扣，但是呢，只要他弱了，他必为逼服。我想从这样子的一个古人对日本的那一种接触的感觉，那种痛彻的感觉里面，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大陆基本上会以这么样的几个态度来回应。那我呢，时间的关系，我简单的说，大概会是有几下，会让日本痛到受不了，但会不会打不起来？但是会痛了。那怎么样子让它痛呢？以下大概有3个指标，我可以给各位提出来做参考。第一个指标，钓鱼台从此我们的苏澳移民可以安心的去捕海了，去捕鱼了，不需要再什么台日什么渔业协定了。我想这一次出事到现在为止，我们只知道中国的海警团到了钓鱼台，然后就没有消息了，日本也没有报道，也没有报道回去啦，或者他们把他给赶走了，没有报道，前次也没有报道，中国大陆也不讲话，代表了什么事？代表了今天这个海警船应该就在那里不动，就看你日本怎么办。应该这一场仗最大的收拾会是这个，因为这个是最没有引起争议的。钓鱼台当时交归回去的时候，大陆抗议，台湾也抗议，因为主权的归属不属于琉球嘛。那第二个呢，会在军事上给日本很大的压制，压制到让他动弹不得。举个例子，电子战的故事可能会发生。今年呢，会压制让日军的海空军要动会真的是左支右绌，就如同美军当年在南海的时候碰到的困难一样。第3个就是经济会压制的让日本会喘不过气来。那日本就这样子，强必倒扣，弱必逼服，畏威不怀德，应该处理的态度会往这几个交代说。至于韩国，各位放心好了，他不会介入，理由很简单，因为他旁边还有一个叫北韩。好，舰长怎么看？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电视墙上面，也就是美国的海军作战部长第一次出访，他就问到了南韩跟日本是不是能够帮他造舰因为造舰实在是美国的一大的弱点而且这件事情呢，透过海军部长今天的宣布几乎已经就是确认了，也就是当初大家讲到的有关于星座级巡防舰的部分，现在海军部长他已经取消了。那也就是现在有做的，有合约进行中的6艘，那也就是我们看到最后这边6艘应该都还会继续建。那另外呢，当初的计划一共是10艘，意思也就是后面的4艘不见了。那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因为滨海战斗舰对不起，它这星座号的这个巡防舰，它一直是穿着西装改西装。为什么？因为它原来呢，它是现有的构型也就是它是法国跟意大利联合舰队的一个多任务舰，
他拿这个来改的。那美国海军有各种的意见，改到想要连妈都不认了。所以呢，改来改去，那改来改去的时候，其实已经在制造当中。所以其实对于造船厂呢，造成很大的影响。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也就是红海的因素。红海到底什么因素呢？也就是我们大家看到有关于星座级的这一个巡防舰，它是不是有足够的垂直发射系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说我们按照那个当初的设计来看的话，它一共也就是32个垂直发射系统。可是，在红海遇到这个无论是无人机，或者是反舰飞弹，或者是高超音速这种弹道飞弹的攻击的时候，其实它都超过这个数量。所以大家觉得那个我们之后星座级的巡防舰做出来是要来当靶舰来用的吗？那至于说，所以现在不做也是在意料之中啊。那只是不晓得来得这么快。另外，刚刚讲到说，日本说他不知道它是一个飞弹群岛，他怎么会不知道呢？这是5年前我个人画的图网络上都还有这张图。那意思也就是我们看到，从它最北端的一个大屿群岛，一直到石垣岛，现在多加的也就是在这个与那国这边。但是大家一直都讲这是导弹，这是防空飞弹啊。那防空飞弹呢，其实正好是掩护日本未来撤侨，或者是他将这些西南诸岛的居民能够撤回日本本土用的。所以他们为什么讲那么模糊？他就是想让大家认为说这个是弹道飞弹，但是其实不是，这就是另外一种认知作战。好，介大使怎么看？现在这个其实我们大概没有办法预期，就是说这一次因为这个高市早苗涉及台海的发言对于中日关系造成的冲击会在短时间内就平息的。这个可能会是进入一场中期甚至长期的一个对抗、一个较劲、一个博弈。那其实很多美国方面的这些学者跟一些专家，他们都认为中国大陆就是可以出手的地方非常多。那它的这个工具箱里面拥有的工具比较多。其实目前你可以看出来，其实出手比较重的，现在是外交方面出拳比较重。那除了这个已经把话已经提升到王毅这个国务院委员的，就是说这个国务院委员，然后是部长、外交部长，然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这个成绩已经非常的高了。那一出来就定调了，所以他要求日本的几点作为会是中国大陆将来在动员各方面力量的一个怎么样一个政策目标了。那都不是很短期能够形成的，需要它要长期形成一个对应的一个怎么样一个防线，甚至一个攻势的一个起点。那所以这一点方面，如果日本没有对这件事情设一个止损点，就是提出照中国大陆要求，就变成就是什么呢？就要收回，叫高市早苗收回这个所讲的错误言论。另外一方面还要纠正纠偏。那这些方面显然是日本短期上做不到的。所以我想我们如果认为这件事情会突然提高，或突然就收手，大概都会是跟现实状况的发展不符啦。那中国大陆在军事上你也可以看它是逐步的施压。那外交上，因为它很快，它必须要很快反应，话都讲完了，然后施压的成绩已经拉到非常高的成绩那接下来大家会比较觉得值得关注，就是在经济这一块了。经济目前其实中国大陆还在对它第一波的这个经济的一个抵制，也就是人员交流的限制那么看日本社会的承受力度了。因为这个人员的交流的话，事实上以日本现在目前GDP 7%来自观光的话，它势必会产生一定冲击。我想日本的政府跟它的社会也会去感受，然后慢慢来评估。所以我们必须可以这样说，这一场的博弈可能是一个中长期的，不是短期几件事件就会可以让它平息的。好，那这是苦了日本的民众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我们接下来带您关注到美国里头的局势哦，也就是他们的内政问题。因为大家发现说有一位非官的参议员，他现在被川普扬言说要军法审判，怎么回事哦？原来是因为这个凯利参议员哦，他呼吁美军拒绝无理的命令。好，这让五岛大厦马上发声明说，收到了针对民主党参议员、退役美国海军上校马克凯利的严重不当行为的检举函。他说，美国国防部甚至可能会将其召回现役，以军人的身份对他进行军事法庭的审判。好，除了我看到他是非官之外，我还看到一个关键字，就是民主党原来是党不对啊，所以必须要用重惩的方式。好 ，CNN 也说，这项军事调查源于这个川普不断的施压，他要求对凯利等6名民主党议员来追究责任，起因是因为民主党制作了一段影片，提醒军人他们有义务不服从非法的命令。好，这踩到了川普的痛脚。好，那我们看到了美国司法也再次阻止川普的政治报复，这是美国的地方法官否决了2起川普指定的政治报复案件，一个是对前 FBI 的局长科米的泄密起诉，那另外一个是对纽约独立检察长詹姆斯房产的不当获利。法官认为川普对于指定的独立检察官不符合资格违宪，所以起诉都不算数。好，那川普的政权是不是松动呢？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位这个乔治亚州的共和党人，他叫做泰勒·格林，他明确的要跟川普来割席断义说要辞去国会议员的职务。好，就是他。然后他特别讲说，这个选择并不孤单，因为还会有更多的共和党议员提前离去那所以大家就会认为说，如果接下来还有其他的共和党议员要离开的话，川普在这个国会里头的优势就会很可怕因为我们看到共和党在国会是以219比213席微弱的优势领先，所以如果再失去几席川普接下来推行的政策难度就会大幅的增加。好，我们也看到川普除了对内之外，对外尤其是高市他最新在这个空军1号有特别讲到，这高市很棒嘛，但是讲到跟习近平通话，他也特别透露一些内容说有施压对方要赶快的采购美国大豆，而且要多买一点。那现在呢，美国财长已经证实了嘛，川普打电话给习近平，那这个双方通话之后，北京确实就再采购了至少10船的美国大豆。那贝森特呢，现在也说，川普明年可能会跟习近平见面4次所以中国也正在按时的采购美国大豆。因此我们看到川普心中最软的一块，莫过于是这个豆农了现在要其中选举，他必须要把他们变为优先的选项。好，那当然川普现在对于乌克兰是不是也把它当政绩呢？因为川普延后了乌克兰和平计划的期限，说俄罗斯愿意让步。但是呢，泽伦斯基也说愿意跟川普来见面讨论。那欧洲国家应该在相关的决策当中扮演一个要角，呼吁有意在战后派遣部队驻乌的西方国家要尽速的签署合作备忘录。那这个28点和平计划说也有微调，那甚至也说派了特使跟乌俄来进行见面。但是川普的特使也有录音被曝光了，讲什么呢？他是讲说，跟俄罗斯松口，要乌克兰割地来换和平。那这割地就是要让出整个顿内刺客，甚至加上其他可能的地区要进行交换。所以有很多人觉得乌克兰会不会割地赔款，菲勒夫人又折兵呢？那泽伦斯基说大致上也接受了这个美国版本最新的停战方案，但 CNN 说还是有3个争议没有谈好，包含是乌克兰的领土，还有限缩乌克兰的军备，以及要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那欧洲的部分怎么想？我们看到马克宏蛮勇于赶快说的，他说美国的方案有一些要讨论的叫乌克兰不要做出任何投降的姿态。那甚至还有20国响应说希望能够再来讨论，他们举行一个自愿联盟，希望发表这个联合声明，明确的认同不得以武力改变边界的原则。那就担心这一旦达成了和平协议，像是法国、英国或土耳其军队，就可能会在这个签署协议的当天，部分部署到这个乌克兰境内，作为安全保障部队的一部分。
那欧美这边也示警哦，认为说普京正在效法中国大陆哦，走一个蟒蛇战略，就企图以灰色地带的战术要窒息欧洲。那中俄战略同步化，北约、美国以及太平洋的盟友都应该予以反制。确实整个世界的氛围真的很混乱啊，尤其呢，川普真的是每一个当中的要角。我们先问介大使。当然，我们先谈这个俄乌的谈判啊，现在很多部分都是外界在猜测了。那不过就变成原来的28条，后来说现在只剩下19条，而且这个 Rubio 对外放出来的这个讯息都是比较正面的啊。那现在可能其实这个整个所有的这些部分当然都很重要了，不过最关键的还是那个领土的问题。领土的问题的话，我看这个就变成就是说，这个。泽伦斯基在这个谈判开始，他的讲话，我自己觉得他里面有一些妥协跟松动的感觉。他说这个是一个至暗的时刻，然后呢，我们要不然就失去我们的尊严，要不然就会我们失去我们最重要的盟友。那所以这两个，那好像都同样重要。可是盟友会比你的尊严重要吗？通常就是说还是自己尊严比较重要。可是他现在把盟友提到这么高啊。我觉得感觉他就在暗示，就是说很可能会要为了保持这个盟友的话，可能要自己尊严上要受一点点妥协。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这个领土呢到底目前是怎么样？是说顿巴斯里面的顿内刺客目前还有25%的领土是在乌克兰的控制下，他是不是要交出来？那是不交出来呢？就是说顿巴斯就没有办法达到俄罗斯所想要的所谓的行政疆域，也就是现在顿巴斯的还有那25%的土地，包括红军城啊、斯拉夫维扬斯克啊这几个地方啊，是不是俄罗斯那个和平以后乌军要撤出来，把土地不经战斗就交给了乌克兰？还是说乌克兰对所有的4个州，包括克里米亚这个土地他都不接受？那如果不接受的话，我想他也不应该会来参加这个谈判，所以现在我认为这个领土论比才是关键了。那最后就是说，一开始就提到说，这个我战后只能存60万部队，那后来不是说没有问题啊，你要多一点的话就变80万嘛，这个本来我认为就是可以谈的。还有就是说，你这个和平协议签了以后，你是3个月选总统呢，还是6个月选总统，这都可以谈啊，看你泽伦斯基。你想多干6个月，还是多干3个月，还是少干3个月？我想这都是比较不是那么重要的。不过我觉得马克宏的话，就听一听就好了。你想想看，俄罗斯当时他打这场战是不让乌克兰加入北约啊，加入北约，这个北约就会有驻军了。那现在的话打了那么久的话，打完以后会让20个国家一起派军队进乌克兰，你觉得可能吗？所以我觉得马克宏的话就是真的是始终要博大家的眼球啦。那如果说这个条件俄罗斯会答应的话，那当初这个战就打不起来了。所以逻辑上面有一些谬误。好，舰长怎么看？刚刚介大使讲的也就是这一张图上面所显示的，那所谓的顿巴斯，也就是卢甘斯克跟顿内茨克2个合起来叫顿巴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2个州的边线这边，其实以顿内茨克来讲，它其实目前只占领了76.3%，那其他的部分它还没有占领。那如果说一起谈下去的话，那对于乌克兰来讲，其实他会觉得很伤。另外还有扎波罗热其实也上面这么一大块，其实目前也还没有被俄军攻下。所以我们看到他现在实际上控制的也只有73%，那赫尔松也是类似的状况啊。不过呢，我们这样讲啊，这个泽伦斯基可以不要答应，那你不答应的话呢，那个就是川普讲的，你如果不答应，那么你就准备拼死决战。那这个拼死决战呢，这个美国他就会完全收手，看着你怎么样被普丁好好的教训啊。所以我们刚刚这样讲就是有关于民调的部分完全不可信，你再支持泽伦斯基都没用，因为这个国际就是这么现实啊。那另外讲那个刚刚讲到说有关于马克宏
他一直在强调欧洲的战略自主。他说：“哎呀，我们要派出那个法国、英国还有土耳其的部队。你们有问过普丁吗？普丁同意吗？那大家觉得好像现在就是你们讲一讲这个英国啊、法国啊、德国，你们讲一讲就同意了。你们有问过普丁的想法吗？普丁只要说个哦不要，那对不起，你们谈了半天。”其实最后就是空谈，谈的人数不管是80万或者是60万未来部队的人数，我们想请问一下，现在乌克兰还剩下的这个从成年到壮年的男性到底还有多少人？通通都去当兵吗？这个国家已经破败成这个样，不需要重新建设，然后这些人通通都当兵吗？那如果是这样，给普丁的想法是什么？哎，你还要继续打，不然的话，你为什么不建设呢？那只要建设的话，对不起，就凑不出这么多人数了嘛。更不要讲，我们谈到说这个28点和平计划，其实是美国特使那威特科夫教俄罗斯的这件事情，就很值得玩味了。顺峰委员怎么看？这个甲午战败割让台湾的时候，邱红霞留下的绝命之啊，宰相有钱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这句话放在乌克兰的身上，是列强有钱能割地，择机无力可回天。你不担心有一天台湾的命运也是这样子？台湾不也是慢慢被摆上了中美的谈判桌？那我们呢？我们只能到处去打听消息。事实上，不要笑乌克兰吧，臭臭的乌克兰打成了今天这个样子，说打个寂寞，不是打个寂寞，是打个悲惨了。欧盟这些国家讲的，通通叫屁话。理由很简单，假如美国不支持欧盟20国派兵的话呢，能吗？假如停战协议没有这一条，俄罗斯同意的派兵的话，可能吗？那不就再把乌克兰变成同时一个新的战场？再来看看法、德、英这3个总统啊，跟首相，通通在风雨飘摇中嘛。你说马克龙的政权稳定吗？德国的政权稳定吗？少数主政。英国的政权，英国目前的情况，就公开卖听嘞，讲家己啊没有办法治自己，还要装英雄去救别人了。所以这3个就如同刚刚介绍就讲的，听听就好了，听听就好。所以当美国收手，当泽伦斯基在白宫公开的被羞辱，在全世界的面前公开的被出卖的时候，就是告诉俄罗斯一件事情：你们就好好，也不要学中国大陆，他们就会了，像蟒蛇一样把它给守着，慢慢守，慢慢守，慢慢守，然后他就慢慢受不了，然后你要的东西啊。他说一项一项的会交给你。假如一在初期解决的时候，绝对不是这个样子。可是当时双方要和谈的时候，谁极力把它制止了？那制止的不就是美国吗？一开始打仗的时候，法国、德国不是急着要去和谈吗？结果被逼减入战场，美国撤退，搞到今天不可收拾。本来2个州的自治，现在变成了不是2个州啊。合起来应该是4个州啊，完全被拿走了。